大家好，係 Wow 好笑嘅影評，今日講下咧國寶嘅二刷影評啊嚇，咁呢個係含劇透嘅。今次最主要咧講翻我第一集冇講過嘅嘢啦，同埋我特別強調啦，當中國寶裏邊矛盾啊，但係越矛盾就係越精彩嘅地方。咁有好多師兄咧，其實都睇咗係三刷四刷㗎啦，咁我二刷都唔算得係乜嘢，咁我純粹係一個補完性質嘅。咁我唔想咧就係等到10週年啊、20週年咧先再入戲院睇啊。咁所以我點都好想再一次喺個大熒幕裏邊咧欣賞呢個滿分嘅經典啊嚇！因為你喺屋企睇咧，少少係電視有好多嘅干擾啊，唔可以集中精神，所以點樣咧我都要再去戲院睇多次先。所以上次影評講嘅嘢咧，今次就唔再講噶啦。咁第一樣咧，我覺得要補完係咩咧？就係呢個嘅曼谷前輩啊！咁其實係環繞咗咧，貫穿咗成套電影嘅，無論佢個説話同埋佢嘅經歷，佢本身都被冠以咧人間國寶呢個嘅稱銜㗎。咁但係去到故事嘅中後段咧，佢已經90歲啦，退休3年啦，嚇獨自一個人咧就住咗喺一個公寓裏邊啦，個身無分文咁樣，冇人冇物，咁所有美麗嘅事物都冇晒啦嚇。咁有嘅就係咩咧？可能只係留翻佢一個技藝或者對呢個藝術嗰個嘅熱愛咯。佢叫阿喜九雄去探佢，咁最後就將把扇咧就交咗俾個喜九雄，就叫佢跳翻套舞嚟睇下。咁我睇翻影評咧，扇係代表咗一個傳承同埋肯定啦。咁佢呢個人間國寶咧，呢個稱號咁最後傳咗落邊個就係喜九雄度啊嘛。咁其實呢個歷史係不斷咁重演嘅，就算你係去到貴為國寶咁咪點樣咯？你最後你都係面對你嘅生老病死噶嘛嚇。如果面對呢個巨星嘅沒落啊，咁其實喜九雄一樣嘅，自己心知肚明嘅。咁所以呢個就係矛盾嘅地方啦。你有呢個國寶嘅稱號又如何啊？你所有技能啊、愛恨啊，你都喺歲月面前咧都要跪低，都會成為過去。更加何況你啲未冠以一個國寶稱號嘅人咧，冇乜嘢特別成就嘅人咧，係咪更加即係隨風而去？係咪 Gone with the wind？ 咁所以呢個矛盾係精彩嘅，令到人有共鳴嘅地方。面對人生終結時，過去一切功名成就全部都成過去，唏噓啊！第二個睇嘅時候呢，戲院呢套好戲啊，我話俾到滿分，有啲唔係俾到滿分都9分啦。但可能我場次問題啦，有啲時候都係3、4隻小貓，咁啊正正都係 echo 翻電影國寶嗰樣嘢，即係個歌舞伎係自17世紀咧喺日本嗰度興起嘅，咁但係到咗今天仲有冇人去睇呢？好啦，就算你去到一個現象級嘅電影也好，咁但係咪日本嘅下一代真係會去睇歌舞伎先？一樣道理啫嘛，就一套好電影，有幾多人仲係願意入戲院呢？即係戲院已經好似係一個國寶咁樣，曾經係首屈一指不可多得嘅娛樂模式嚟嘅，大家呢個電影呢個模式都係隨流失去，一樣咯，你歌舞伎一樣嘅咋，曾經成為國寶又如何？亦都係隨流失去，非常之唏噓啊！第三樣我想提就係咩呢？都係同曼谷前輩好有關係嘅。咁由電影初段呢，就係曼谷前輩咧喺兩個後輩面前顯到佢一手就係露娘呢套戲。露娘意思咧就係用佢舞蹈咧為愛人咧表達深深嘅愛意嘅，至死不渝，至死方休嘅即係跳到死。咁曼谷前輩演過呢一幕啦，然後就係喜九雄咧就透過呢一幕，吉澤亮飾演㗎啦。就係透過呢一幕咧，奠定咗佢喺歌舞伎界嗰個嘅地位啊嘛。然後升到至高嘅時候，搭翻落嚟，咁同一時間咧，進界因為咧喪失咗一個代替爸爸演出嘅機會啦，咁啊一沉百踩，甚至咧流浪8年都唔再翻屋企繼承家族嘅名。咁但係之後由谷底度彈翻起身嘅時候咧，佢都有演過呢個嘅露娘啊。咁但係嗰個時候咧，佢都因為有糖尿病咧，要截肢等等啦。咁最後咧片末咧，亦都係喜九雄再一次演翻佢呢個角色。嗰時候已經被冠以咧有一個人間國寶嘅稱號啦。咁佢喺舞台上面咧跳得如痴如醉啊，為藝術而犧牲啊。咁有啲影評都問：咁究竟主角係咪真係開心呢？咁我自己睇電影嚟講，我嘅向度，我覺得佢係開心嘅。佢係為藝術獻出去一切嘅。呢個向度嚟講咧，其實係冇善惡嘅喎，可以話係啊。有啲影評就話啦。我睇過咁多影評，都冇影評講過啦。佢背後嗰隻貓頭鷹嘅紋身，同樣冇講到咧。其實喜九雄可能係冇錯嘅噃。不過睇翻轉頭咧，有冇錯或者個道德判斷咧，都係可以俾我哋自己觀眾自己參詳。但我再睇嘅時候咧，我自己覺得佢係獻身咗俾藝術呢樣嘢，其實真係冇錯嘅。但係只不過喺獻身喺藝術呢個過程，佢如果要犧牲其他人咧，呢個就係錯嘅地方啦。
不過導演訪談裏邊咧，佢都話為觀眾咧係留一個開放嘅結局。男主角喜久雄係咪開心呢？你自己去選擇。同埋咧，電影同原著小說咧係唔同嘅。咁咧，電影就以露娘呢個嘅舞台劇開始啦，以呢個舞台劇結束。但係故事本身咧就唔係用呢個故事結束嘅。咁但係我自己欣賞咧，即係電影導演團隊咧呢個嘅改動啊，因為露娘就係以舞蹈醉心於舞蹈獻出一切啊嘛，所以用呢個嚟做一個收筆咧，我覺得係收得靚嘅。呢個改動咧係完全可以理解同埋接受嘅。仲有除咗露娘呢個角色咧，仲有阿初亦都係為愛而犧牲。如果愛郎咧，即係被誣衊入獄啦，已經係冇咗晒任何嘅證據證明自己清白嘅時候咧，以為有以死明志。咁既然佢個愛郎都要死嘅時候，佢自己都願意以死相隨嘅。咁呢個就係阿初。咁喜久雄咧用呢個角色咧奠定咗佢繼承師門喺歌舞伎界嗰個嘅地位啦。但係同一時間佢個對手亦有亦敵。師傅嘅仔咧，俊介咧都有演過呢個阿初呢個角色嘅。咁但係當俊介即係由谷底翻身嘅時候咧，同一時間咧都有呢個嘅糖尿病要截肢啦。所以喺嗰個故事裏邊咧，喜久雄佢係全心全意咁輔助俊介，成全俊介咧，嗰度係感動嘅。即係過去好多時候係咩咧？我哋可能會指責咗喜久雄咧。可能偷咗一個繼承人嘅名分但我再睇嘅時候，佢算唔算偷呢？佢都冇話要強搶，佢其實冇同個俊介搶過嘅，只不過師傅就話好啦，唔好俾阿仔演，就你嚟演阿初咁當然佢係唔情願咁接受，當然佢又冇拒絕所以當佢最後呢，其實當佢最後當係兩兄弟復和咁計啦。咁其實佢係願意選擇做一個男配角嘅角色呢。去襯托為呢個俊介抬轎，因為阿俊介成為嗰個嘅主角啦嘛，呢個阿初嘛，為愛郎咧犧牲自己。咁嗰一幕其實係感動嘅喎，即係好電影就係咧，就算我係第二次睇，就算係1個月後去睇啫，嗰個位俊介飾演阿初，去摸佢隻腳，佢嗰個係獻出一切，佢隻腳又要再截肢嘅時候咧，佢根本真係依不捨俊介係真嘅。雖然嗰個係一個舞台劇，但係當中嘅感情嘅流露係真嘅，依依不捨，唔想去再截肢，因為佢再截肢落去冇得再演舞台劇㗎啦嘛，係咪啊？咁佢真係出於真情，同埋出於想成就呢位嘅朋友以至到俊介咧都喺個角色裏邊咧，將呢個角色演到淋漓盡致成為佢演藝嘅裏邊其中一個最高嘅高峰。另一個矛盾我想講就係咩咧？其實好多人都睇到嘅一早，咁本身呢個喜久雄咧，佢就係一個黑道之子嚟㗎嘛。但係有天賦咧演女型即係男扮女裝咁又係拜師去門下啦。咁呢個係矛盾啦。兩兄弟嘅矛盾就係一個係有血統啦，一個係純粹係有天賦啫，冇血統嘅咁但係佢背脊嗰個紋身咧，講翻轉頭咧就係貓頭鷹。咁好多時候你應該係龍鳳虎咁佢揀貓頭鷹咧，佢就話貓頭鷹係會報恩會有時就會擔翻老鼠雀仔俾恩人嘅擔去恩人門口咁樣啦。貓頭鷹，我留意到一個留言就話好多嘅影評都冇講到呢個紋身咁我就嘗試咧從呢個紋身咧再一次去了解成套戲。咁究竟喜久雄有冇報恩呢？我覺得其實佢係不斷報恩嘅，不斷報恩㗎。即係就算俊介咧，佢初期嘅時候都係有煙有酒花天酒地㗎啦。但係好多時候咧，佢真係透過面對傳媒嘅時候咧，都謙和咁回答，好簡短嘅回答。咁就算俾個俊介笑，咁樣點撈啊？唔識撈喎！你台上台下都要娛樂大眾先係㗎嘛。咁就算係不斷係俾阿俊介食住或者奚落都好啦，其實佢都冇反抗㗎。咁就算到好啦，阿師傅要將個阿初嘅角色，阿師傅就遇咗車禍啊嘛，咁唔可以演出，咁焗住要揾人替代。咁邊個替代咧？竟然唔係揾自己個仔，就揾阿喜久雄呢個弟子。雖然係入室弟子，但係唔係佢親仔啊嘛。咁呢件事就好傷個俊介心。咁呢個都係矛盾嚟嘅，即係明知道咧，論天分嚟講咧，喜久雄係好過佢個仔嘅。但係論資排輩就應該揀咗個仔嘅，咁以至到搞到真係父子不和啦，阿仔走咗8年啦，等等啦，咁呢啲係人生嘅矛盾咧，即係藉著呢啲故事嘅片段都帶出嚟嘅。但我自己嘅角度就係咧，喜久雄成個過程咧，佢都係冇耍陰招去害阿俊介係明爭暗鬥冇嘅，係純粹係師傅要佢自己又興奮又緊張咁但係佢又冇拒絕，佢衰在就係冇拒絕。
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唔可以因為佢冇拒絕就賴佢鬧佢噶嘛，係咪啊？咁事實上佢演出阿初嘅時候，佢都緊張到死，緊張到震，都係進階咧去鼓勵佢。但係鼓勵佢之餘咧，嗰一幕都精彩啊！阿初就喺台上面咧講到生生死死啦，男男女女拉拉扯扯啦，台下同一時間都有嗰個生死拉扯諸如此類。進階台下患得患失，一方面係為喜九雄嘅成功而開心，另一方面咧又為自己落選角色咧而傷心。咁呢一個咧都係戲中有戲精彩嘅地方。咁我第一次嘅影評講咗，我依家就唔講啦。咁同一時間另一邊廂就係片末嘅時候咧。嗰個阿初啦嚇，仍然都係戲中有戲啊！當阿俊介所飾演嘅阿初啊話要以死明志嘅時候，其實現實裏邊佢就唔在乎佢個病患，佢都要繼續咧為藝術演到最後一刻。咁呢一下咧係動人嘅嚇，你都令我即係有啲眼濕濕嘅。因為人生就係咁樣樣咯，即係人生精彩咧，往往就好似煙花咁樣樣，冇噶啦，冇下一世噶啦，得呢一世嘅啫，冇得似打機咁無限復活、滿血復活。你點樣用你一世或有限嘅人生活出最精彩呢？呢個就係人生精彩之處啦。咁除咗喜九雄佢係黑道嘅仔啦，咁但係呢，佢係有女型嘅天賦之外呢，其他矛盾譬如話尤其是佢哋兩個都兜兜轉轉嘅先係喜九雄呢升到最高，然後達到最低啦。咁然後進界咧先達低，然後之後慢慢升翻高。其實咧佢哋大家都兜咗一個圈，其實佢哋本身就可以相輔相成，唔需要敵對。我諗過係咪？即係如果當其時進界面皮厚啲，即係唔好走咗去嘅話咧，佢咪繼續成，咁佢咪繼續繼承翻師門嘅名咯。其實冇問題嘅。咁但係佢又抵唔住頸啊，走咗去，咁以至到咧喜九雄咧就繼承呢個嘅師門嘅名字啊。咁啊，即係越踩又越深，搞到佢越走越遠啊！即係有啲八卦雜誌咧，又篤爆咗佢啦，佢背後有紋身啦、黑道啦、有私生女啦。咁其實呢一啲咧，有啲影評都話其實係個師母爆出去嘅，都唔出奇啊！其實咁，但係咧，即係有時人生就係咁樣樣咯。即係家和萬事興本身咧，佢哋兩個相輔相成咧，就可以行更加遠嘅路嘅。但係往往就係當初互相敵對嘅時候咧，就搞到大家各自兜咗個好大嘅圈。有時人生都係好無謂啊！另一樣嘢我想補充翻嘅，我第一個影評都有講到佢抬頭望向天啊！我今次特登數有幾多次，起碼至少都有5至6次嘅。咁5至6次抬頭望天係咩呢？第一次佢哋兩個咧雙女型咁樣上台，叫做二人道成子啊！即係話咧，佢哋兩個女人咧就因愛就嫉妒成恨，化身為蛇啊！咁當佢成功演出嘅時候咧，就一時佳話啦。咁佢哋一落幕嘅時候啦，咁喜九雄啊望一望上去望到個最美嘅風景咁樣咯。另一個抬頭望天咧，就係喜九雄人生最低點嘅時候，係俾酒徒去恰啦，俾酒徒毒打侮辱啦。咁然後喜九雄就喺天台嗰度借酒消愁啦，咁啊翩翩起舞咁最後係抬頭望天，咁啊一轉就轉咗另一個 shot 咁樣噶。咁之後咧進界揾翻去就演翻嗰個雙女型，即係二人道成子嗰套劇咁當佢準備去演嘅時候咧，喺舞台上面喺舞台上向上望咧，咁轉眼已經係話劇上演當日啦咁完成個表演之後咧，咁第4次向上望咧，然後因為同阿哲之嘅進界咧一齊坐喺舞台上面再向上望究竟邊個喺度望住我哋咧？有啲似就可能舉頭三尺有神靈咁樣樣，冥冥中究竟係邊個主宰我哋嘅生命咧？咁然後最後一次向上望咧，就係喜九雄咧去演呢個嘅路良嗰個忘我嘅演出，同埋翩翩起舞嘅時候，甚至可能去到瘋狂起舞嘅時候咧，佢最後再一次向上望，又係望翻個最美嘅風景嘅。咁啊，透過呢個向上望嘅一個層次咧，即係不但你問翻即係人生嘅意義喺邊度咧？咩係你最美嘅風景咧？究竟冥冥中有冇個主宰我哋人生咧？其實透過幾個 show 我覺得好精彩嘅，就係你抬頭望天嘅時候咧，已經有咁深嘅含義。咁而我自己覺得咧，喜九雄其實咧佢真係去報恩嘅即係無論佢師傅有咩不測，無論師傅阿仔即係進界有咩不測都好，佢最後咧都盡佢能力咧守護住呢個嘅名聲佢盡佢一生咧獻俾呢個嘅藝術。就係同阿女玲奶嘅一番相應一番説話咧，咁啊更加確認我一個諗法，因為最後阿女咧對阿爸嗰個觀感係 positive 嘅，本身係 negative 嘅，因為抌低咗佢阿媽同佢啊嘛。咁我頭先都講過，
雖然咧喜久雄咧佢背脊係貓頭鷹，佢係報恩，咁唔代表咧佢一生冇做錯嘅。人就係咁樣，人係罪人啊嘛。佢做錯係咩咧？佢都係傷咗3個女人嘅心嘅。第一個就係佢初戀嘅春江啦，佢都向阿春江咧求過婚。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嘅事業如日方中啊嘛。春江都知道，如果嗰一刻結婚嘅時候咧，反而拖累咗喜久雄，咁就婉拒咗佢。但係慢慢其實大家距離越嚟越遠，你時都係練歌啊、練舞啊，根本都好少去見佢，係咪啊？所以最後咧，佢個初戀春江咧就同時天涯淪落人咁樣同咗阿俊介一齊啊。咁但係你可以話咧，春江佢自己都有個責任嘅。但係無論點，喜久雄冇主動去揾翻佢啊，所以我覺得佢傷咗第一個女人咧就係初戀春江啦。第二個咧就係玲奶媽咪啦，就係個市區嗰個嘅藝妓啊。就算個藝妓啊自降身價，可以願意做佢嘅二奶三奶都好，咁你點都係傷咗佢啊！你點都係抌低咗呢個嘅女啊！阿玲奶冇認佢，冇要佢，冇養佢啊，好凄涼啊！咁第三個傷害咗個女人咧就係仰慕佢嘅粉絲啦，食粉絲嚇，個叫張子啊。即係本身嗰時咧，霉到地底泥冇公開，搞咗個劇團團長個女啊嘛，咁啊害咗3個女人，所以其實佢係報恩嘅，佢報恩只限於對藝術啫。咁但係其他送上門嘅女人呢，咁佢一而再再而三咁傷害咗，有意無意啊嚇。咁喺一方面呢，其實小説咧就更加強調咧神明或者魔鬼交易嗰方面嘅。咁我都係睇網上啲嘅資料，因為網上就話原小説都係講到阿玲奶就未有個孫女添，生個女㗎啦。咁但係有次火燭燒傷咗，咁所以咧喜久雄去醫院探佢嘅。咁但係玲奶就話：你唔好過嚟啦。你每次一路咧升官發財嘅時候咧，每一次嘅晉升咧，你身邊人都有事。今次累到個孫女，你唔好再過嚟。咁所以從呢個向度咧，小説就不斷強調咧，喜久雄佢身邊嘅人有事啊，就強調喜久雄咧，佢越係升官發財嘅時候，身邊嘅人有事。首先係師傅啦，然後師傅個仔俊介啦，依家係玲奶個女啦。咁但係依家電影就淡化咗呢樣嘢，我係欣賞咁樣做嘅，因為如果你太宿命論嘅時候咧。咁啊，反而係強調咗喜久雄佢係有罪，喜久雄係有錯。咁但係依家電影嘅向度就係一個開放式嘅，佢即係忠於藝術啫。可能有啲位處理得唔好啫，甚至佢咪完全錯晒又未必嘅喎。咁我覺得電影呢個改動咧，反而有更加多嘅思考空間嘅。反而小説就限制咗你咯，係咯，你又同魔鬼做交易，所以你又累咗身邊嘅人咯。咁個小説嘅向度，但我而家更加欣賞呢個電影嘅改動啊嚇。原故事仲有更加多其他嘅角色嘅，咁但係欣賞咧導演團隊咧就將嗰個嘅矛盾對立咧完全就放咗喺兩兄弟度，即係喜久雄同埋俊介，咁我欣賞呢個嘅改動嘅。咁依家咧臨尾咧就有少少補完啦，咁補完係啲咩咧？就有第一集冇講到嘅時候啊，咁究竟國寶咧嗰個主角喜久雄，咁歷史上面有冇呢個原型人物呢？咁經過啲3刷4刷嗰啲嘅影評講呢，其實有嘅喎。喺2012年呢，被冠為人間國寶嘅呢，就叫板東玉三郎啊。咁佢嗰個成長過程都好相似嘅，同埋喜久雄，因為佢唔係歌舞伎世家出身嘅，咁所以啲人都視佢為國寶嘅原型人物。而佢最拿手嗰套戲呢，就係《露娘》啦，亦都同電影一樣嘅。導演咧李相日咧係生於1974年喺日本出世嘅第3代韓裔人啊。作品咧曾經奪得日本嘅金像獎最佳導演嘅，譬如《草裙娃娃》、《呼啦啦》啦，2006年啦，《惡人》2010啦，《路》2016啦，所以國寶2025咧，呢3部作品其實都改編自咧吉田修一嘅小説啊嚇。如果留意到片尾咧，佢係一個外國人 Sylvain Alphany， 佢藉住咧藍色嘅最溫暖嘅顏色咧奪得陰城影展金棕櫚獎嘅，咁所以其實今次係透過一個外國人嗰個嘅鏡頭咧，重新將個日本國粹包裝咧，衝出國際，我覺得係精彩嘅。另一方面咧，飾演師母嘅幸子夫人咧係非常之有份量指導人嚇，因為本身佢都係一個歌舞伎町出身嘅，但係佢放下家族期望，自己另闖一片天，所以當佢演呢個歌舞伎町嘅師母嘅時候咧，係入木三分。無論係攞起啲藤條啊，蹲喺個款一個指導啊、指責嘅時候咧，佢都係一個有故事嘅人，佢都係咧背棄咗佢嘅家門咧，發展佢自己嘅演藝事業。所以睇住指導人咧去飾演呢個師母嘅時候咧，其實喺戲裏戲外其實都係演緊佢自己，所以都係精彩之處嚟嘅。
但係時間所限呢，第二集呢個嘅影評補完咧，就講到呢度啦。如果你喜歡以上嘅影評咧，請快啲 subscribe。多謝各位，拜拜。